你们的组员到了。Hello，你好，请坐，请坐。哎，真的 ？What？ 是 King 啊，绝对就是他。请坐，请坐。谢谢。我们刚刚听了带将们对你们的介绍，对你们有了一定的了解了，所以今天就让我们来给你们发课题，希望你们能享受课题的同时，也能有所成长。我听他声音好亲切哦。我是陈伟志，我是香港的大律师，现在我主要呢是从事医疗和刑事方面的法律案件的，然后 team 里面都认识了，我相信。你好，我是 Kimberly， 总结了这几个主题，希望能给你们一个 overview。要是其中一个不成立的话，那您的行为就不构成跳单了。我们的原告人对于这50万是有 proprietary claim 的。洛律说他已经抠bar了，感觉好酷哦！当年他在那个位置，今年他又回来，他上届实习生，真不错哎，有看到成长。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客户，他是呢 Mr. Henry Chan， 陈先生。简单来说呢，他跟他的女友同居的时候呢，就买了一只小猫 Boots， 然后呢 ，Mr. Chan 看那个 CCTV 发现了他的女友掌掴了 Boots， 他很难接受，他就决定了要跟那个 Sienna 分开了，分手了。那之后呢 ，Sienna 呢，几年趁他不在家的时候，把 Boots 带走了。现在呢，陈先生关心的其实有2方面的，第一就是怎么保护 Boots， 第二呢就是他想要回他的猫。明天下午2点钟呢，他们就会来到你们的办公室这边，到时候呢，请你们要准备好你们的法律意见。到呢，其实有一些证据的，可以给你们看一下。这个，谢谢。我要跟你们说就这么多了，然后我下午还有事要去办，然后我就把你们2个交给 Kim 了。你们有什么我不明白的地方啊，随时问他。好，那我先走了。好的，好，谢谢陈大律师。我们大概捋一遍事实，再简单分个工。走吧。哎 ，Kim 怎么不在了？下班了8点了，对，8点下班。都知道了是不是 Kim 首先，我们可以说一下每个人对证据的理解。这个买猫的收据可以说明猫咪是由我们的客户Henry先生全额购买的。还可以注意到的一点是在猫咪的诊疗 receipt， 他说 owner 是 Mr. Chan，是我们的客户，这个也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明猫咪所有权在客户的证据。还有最大的疑点其实是在这个聊天记录上，我觉得问题在于他说的 surprise 不一定是指猫咪，他说完 surprise， 然后又说我去接小猫了，那他直接就告诉 Sienna 有小猫的存在，其实它就并不是一个 surprise， 说明小猫在生日之前就已经有了。对，好细节，对，终于很棒啊！你看人家。OK， 那这个证据就看完了。你对证据还有什么理解吗？我们可以先想一下一些法律的点，然后我们再用这些附件来。好，那我们下面就聊法律的点。首先，我觉得民事很明显存在 conversion， 好像有点不太认同哦。猫咪相当于是客户的 property。Sienna 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把别人的 property 拿走了，这属于一个侵占的行为，在民事上面。我觉得有点跳了。这是信托嘛？这个因为是 Henry 付钱的，所以 Sienna 不能说他有 beneficial interest。我跟你说一下这个吧。一个信托有2个东西，一个是 legal title， 然后这个是 beneficial title。那如果他们分开的话，一个人有legal title， 一个人有 beneficial title，那就会有一个信托。但是呢，如果
2个是属于同一个人的话，就没有一个信托。这个角度我倒是没有看到过，因为我可能没有学过信托，所以信托上写的不多。主要是刑法和 conversion， 在我看来会是更相关一点的。我觉得那个很好，超好的。思维方式不太一样啊。还有其他，我们可以说一下形式。形式方面，我个人认为最主要是作为跟对方谈判的一个筹码。在本案中，猫咪在房间里面随地大小便，管理猫咪的人对猫咪进行了适当的惩戒，判例里面是不算严重或者残酷的伤害的。但是迪安娜她是对猫咪有过2次的攻击行为，第一次是捏它耳朵，会被判决这个已经可以起到教导作用了，但后来她还去掌掴了猫咪，这是第2次的伤害，这一次就不一定能算作教导了。这是可以给喜安娜去说的一个风险。因为在香港的话，虐待动物可能是刑事犯罪哦，刑事犯罪，这是合理的，就不能虐待，对。而且它的刑罚还是蛮高的，然后可能会处，我印象当中应该是20万的港币，或者是3年的监禁。嚯！对，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它就是禁止令。这禁止令是干嘛的呀？就是相当于要法院去做出一个让一个人做或者是不做某些行为的一个命令。对，就是比如说离他几米，不能多少米之内碰到他。因为在香港要保护这个动物，有可能就是如果你虐待这个动物的话，法院就可以判令说，那你必须要把这个动物放在某某地方，你不能够靠近它。对，或者甚至剥夺你对这个动物的所有权。哦。对，但是如果是 ex parte， 就是有特别的情况，就等于现在那样，就可以尝试来申请一个非正审强制令，就是我们应该要 apply 一个 ex parte injunction interlocutory injunction。这个词我觉得不太好跟客户去说。对，但是我们就可以跟他说，我们就是可以让法院命令 Sienna 怎么样，对，把猫还回来。对。那目前的分工是这样，你看 OK 吗？就是你来做 opening， 你要跟他 recap 一下整个事实的背景，还有双方可能有哪些对案件不同理解和分歧。在之后进入到他2个问题，你主要来讲 trust 和 injunction， 然后我来讲 conversion 和 criminal， 然后我再把一些可能存在的 ambiguity， 就是给他一些可能影响你这个案件法院的判决，就把所有的信息都同步给他。最后跟他说你下一步可以怎么做，可以诉讼，可以去调解，但是我们不替他做选择，我们只把可能的路径告诉他。可以，那可以开始，简单。男孩的自信出现了。20岁的男孩有一个问了的气场，也还是蛮珍贵的。没有非常的简单，其实我们还是要再多查一查。你紧张吗？不用紧张。哦，因为我们其实是面对当事人嘛，我们要从容一些，我们要有专业素养的展示。就是得很镇定。我也不紧张，那就好。我们保持松弛感不行。其实会面不太好太松弛。好吧，那我不。现在可以松弛，但是到时候我们得还是得稍微正经严肃一点。我们是 professional 的。是的。好的。好，谢谢。我也谢谢你和 trust 我都。没有学过，我 trust 你 ，get it？ 我也 trust 你，加油！好，审判律师要走了吗？是。对，我要走了。我跟我3位学生，我们今天晚上有一个饭局。好。继续努力啊！好，谢谢。OK， 我们可以下楼了。好的。我们没有吃饭。你们还工作？
是的。OK， 加油，努力，加油，加油，明天见，加油，2个小可爱，拜拜。之后咱们可以跟 Kim 老师和陈大律师再单独约吃饭，他们今天可能比较忙。我继续在你那个文件上面加东西。之后微信也随时可以联系。好啊，好的，加油，拜拜拜。你课后了吗？明天见，明天2点。紧张吗？不太紧张，还行还行。你紧张吗？我为啥？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紧张？他紧张了，乱聊。这些可以用的吗？这些？可以是啊 ，I was just gonna warn you 第一天上班摆烂。拖着走，小心走。或上面这个。哇哦！好，没关系，我先放进去，我就不再碰这个。加得漂亮，全卸了。04后整顿职场，从拆柜子开始。我们今天要做好加班做课题的准备了。好吧。刚刚讨论了半天，我觉得还是挺有收获的。确实。不过其实知道你们要来踢馆，我都有一点 emo 了。emo 什么呢？我也是挺紧张的来这里踢馆，但是能和你一起做课题还是挺开心的。我们要拒绝 emo， 来变易达。你怎么抢我的词儿呢？你看那儿，饶出自在，好状态。是什么口味啊？这个是清爽草莓味。你喜欢吃草莓吗？挺喜欢的。哦，那这个很适合你，我也喜欢草莓味。来尝一片，缓解一下压力。是不是感觉把emo都嚼碎了？感觉状态好多了，加油！我们是做课题。我们出去吃饭，去钓墨鱼。钓墨鱼？墨鱼 ，squid。哦，谢谢。钓墨鱼，这个很解压哎。上次不是有个叫钓虾，然后狂风大雨。暴雨就落绿啊！是香港人一定会去做这个游戏。有。我也钓过，就在船上面自己煮来吃嘛。可以先吃，特别新鲜。哦。有去过香港其他地方吗？就铜锣湾、尖沙咀。铜锣湾、尖沙咀。对。我应该是很早之前有跟我妈妈来旅游过2次，但是已经很久了。对，都是小时候跟妈妈来。对，可能10年前。对。你呢？我是在港中大读书嘛。OK。但是我其实没去太多地方，就去了麦理浩径这种地方。OK。Disneyland 我也没有去，然后海洋公园我也没去，都没去。那我都去过了。男生主要他可能不太感兴趣，对。哦，这好多游艇啊，对不对？这边都是施工了。我们那天第一天来的时候路过这边，我们还在说我们有没有可能有哪天出海，然后我们都说应该是不可能啊。结果今天居然成功了，居然真的。就只有你们3个可以，其他人没有。哇，这里好漂亮啊！对呀。哪一首？哇，好高级啊！但是他们关律挺好的哈，挺亲切的。对，我还蛮喜欢关律的。对，我一开始最怕他，我觉得他好严肃。OK， 行。好。OK。海风很不错。是的。出海喽！这也太幸福了吧！那不能老工作呀。可以去不会？哦。放線 ，OK。啲紙錢沙住，一路等放晒整落去，唔使坐得太快㗎，係嘛？喂，咁勁嘅？这就有钓到了，钓到了！它钓到了！我天！诶，它钓到了！这么小，这是小的小的自抛鱼啊！哇，还没鱼钩大的。
哎，这不是那个吗？哎，这是那个河豚。河豚，可这是在海里，会不会是海豚？我可以看看吗？咬人的，小心啊！好。哇，渣渣的，真的哎。我也想拍一张。你们要摸摸看吗？我不要，我只想拍一张。我要给它丢进去了哦，我感觉它在吐泡泡了。掉进去。OK， 我们船头。小心哦。在这儿吗？有一种自己可以丢到对面船上的错觉。我来试试啊！哇，扔好远啊！向下动。你看到哪吗？好像也是螃蟹。哦，但这里好多螃蟹啊！真的，好像给它捞上来啊！螃蟹可以捡游泳的吗？我都不知道。他们会游泳的吗？我从来没有看过。我曾经钓呢，差不多2分钟就有一条，10年前的时候。关大律师这个动作为什么觉得那么充满了反差感？要是穿西装就更有反差感。他在干嘛？他在拉那个线啊。他要鱼皮那个动起来，可能更容易钓上那个鱼。我觉得人的服装其实是一件很神奇的事，就是人穿着那个工作服的时候，就会感觉跟彼此的距离比较远。对，换到便服就会感觉跟人的距离很近。那么问题来了，明天见委托人该穿什么？你要自己想啊。我穿那个按摩店的那个技师服。也可以，可能有亲切感。天哪，你这也太有创意了！以为你这个摸鱼啊，肯定是摸鱼来的。要是有渔网就可以捞上来。钓到第一条要得5 KPI。如果现在跟你说钓到给你15个 KPI， 你会不会充满牛劲？我直接跳下去给它挂上去。钓了一条鱼上来。感觉只要来海边就会很开心。是的。这是我实习之前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从来没有过这种经历。啊，海风，好舒服啊！肯定能钓到的。哦，闪电，打雷了，哇！跟烟花一样。风浪越大鱼越贵。哇！哇哦！挺好的。啊！下雨了！下雨了！快进去！快进去！走进去。哎呦！打雷了！哎，是不是每一次钓鱼的时候都会下雨？逢钓必下雨。哇，超级大雨。完全不行，下去摸鱼都钓不到。那就过2天再出来一趟。好的。不知道其他学生怎么样？他们肯定想不到我们在干嘛。我相信我们一定是最幸福。我也觉得最辛苦。最幸福。幸福对。但是工作起来应该也会最辛苦的。哎，没关系，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对。然后你们也是互相竞争的。对。其实我不喜欢看见一个恶性的竞争，良性的竞争 OK。所以我们大律师就是竞争对手，但是也是合作伙伴。合作伙伴。你只要没有朋友的话呢，孤立自己是没有未来的。哦，格局很大。我这在香港大学都教了好几年，学生。我有一个感觉，我是听一位名人说的，他说 ，There is never a bad student, only a bad teacher。所以对我来说，当一个教师的责任是很大的，当个师傅的责任是很大的。我教你不清楚是我的责任，我教过你，你听不明白，也是我的责任。但是我教了你之后，你不去努力了，
那就是你的责任。对，是但是其他都是我的责任，所以我觉得是很大的责任。但是我也很享受假如教完之后你听得懂，你能够做出来，我是很开心，这个成就感的非常。很有责任心。那我记得我之前做检控官的时候，有几个案件呢，我把哪个人定罪了，被告人的家人回住我，你把儿子还给我，我把我的爸爸还给我，就是哇，这个很难受。但是我在想，你不如问问你的儿子干了些什么吧。对，你不要跟我说，你跟他说。他们做错事啊，对啊。有些人，我的师傅是英国人来的，他就经常说，Franco， 你不要这么冷血，你要多一点同理心。但是我没有，不是很冷血，就是进去是讲，就是他做错吗？他做错就要受罚，OK， 应得的惩罚，不要多，不要少，就要刚好。我跟我师傅，我很尊重他的，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有同理心的一个人。我每一次见他，他就不停地跟我说要有同情心，要有同理心。然后我每一次听完之后呢，也是热血一点的，没有那么冷血的。OK。我研究生的导师也是这种人，我就特别尊敬他，就每次跟他聊完以后都会变得很热血，然后就会觉得对人间有大爱。是什么样？说我要做什么事情，他都会跟我说，你以后做好了，你要想着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更多的人，就不要只想着自己的名自己的利，就说你这辈子总要为社会做点事情，不管大小。对。也是。因为你有名有利，很容易就被充分头脑，对，很容易就很骄傲，对，自负，对。我们做每一个岗位，可能之后是民事、事务事、大律师，就是带着这个信念去做。当然也有面包，你有面包的之后呢，就是要想其他的东西了。是的，就是用你自己的能力去贡献一下，所以我对大家都有信心。谢谢师傅，谢谢师傅。感觉这资料是整理不完的，越查越有，无边无际。要不怎么说是学海无涯呢？夜是熬不完的。明天我们再和紫薇一起讨论一下吧。你紧张不？我当然紧张啊，我特别怕当事人不满意。你这心态可万万不能崩。来吧，交一答，放松一下。但愿吧。佼佼一答，明天当事人的问题都能自在一答。哇塞，天哪！好珍贵的一刻，我甚至都有点感谢这场大雨。大雨让他们坐到里面来，那种亮灯夜谈的时候，就跟电梯停电一样，两个人空在那儿，关系就好了，是吧？电视剧里怎么这么演？对，是的。在刚才这一轮的交谈当中，我们看到了香港大律师一个特别的习惯，就这种师徒制的关系。其实我们现在的实习生在各自的实习道路上也有了自己的师傅。然后关大律师也给大家讲了，他跟他的师傅相处的时候点点滴滴，所有的这些获益。那我现在也想问问各位，就大家在自己的职业旅程当中有没有这样一个能够配得上尊称一声师傅的存在？其实我觉得，生活中遇到了也有很多很多的师傅，比如说马东老师，那必须的。有一次我记得特清楚，他背了一个双肩黑色的背包，穿了一个黑色的 T 恤，他就这么往前走，他可能是在看手有点慢，我们排练特着急，我想说，哎呀，前面这是谁啊？怎么能不能稍微快一点？就一看，哦，是马老师，原来他生活中是那么的不聚焦，在大家眼睛不会说看到他的那种。明白，引入沉吟。对，我们在公司排练的时候，每人都是有一个小教室嘛，经常凌晨2、3点钟就看到马东老师在米味的食堂，就是一个人在那坐着，然后有的时候走来走去。就是我们说马老师你不回去休息吗？他说我没关系，你们排你们的，反正也帮你们写不了本儿。
家庭关系这么差吗？晚上不敢回家呀？不敢回家呀？不是，他会给我们鼓励，就是当我们看着你们呢，给你们鼓励啊，给我们一些鼓励，主心骨，他也在你的心里踏实，对不对？是的。没错。Mandy 呢？其实我不是科班出身的嘛，我也没学过，所以所有演员他们都是我的师傅，就好像我觉得罗嘉良，我觉得他也是其中一个师傅，因为以前我就牢记着那个对白，然后拿着剧本，他就说，其实你已经很熟的了，把剧本扔了吧，因为演戏不是把对白背出来就好了，你要放松。你现在那么紧张，可是演不出好戏的。你放松去演，你去感受我的台词，你去感受现在的这个环境，才会投入在那个角色里面。那这些都是对我来说很有用的知识，所以我觉得他也是我其中一个师傅。回头再想感激。其实身边我觉得很多师傅，比如说赖老师，他也是我师傅。对，因为他反应特别快，然后气氛也带得很高，特别羡慕他的随时都可以 rap。没有，我 rap 不了盆儿，我不是个 rapper 啊，随时 rap 不了盆儿。我觉得主持方面他也是师傅。没错。我确实以前录过一个节目，就叫《我们的师傅》。我看过。对，然后我们都去会各种就是演艺界的那些前辈的。然后还有听过，我才知道有的明星老师、牛波老师，居然是他会住老人院的。那位牛波老师就是我们说您这么大一明星，您这么好的演员，为什么要住在老人院？他说他住在这儿，跟能交朋友很踏实，他心里很开心。其实有时候那种师傅就是能让你落地点儿，让你知道，对他这么多年过来了，并不是说你老想着以后要怎么多飘，其实你最终还是要回到地面，好好去生活，就那种感觉。很多时候他不是教会了我们什么，是让他就更认清自己。其实我们还是要回归生活。是的，人味儿。我觉得老师和师傅的这个词还是蛮珍贵的一个东西，因为特别是在职场的这个状态里面，很早就被灌输这样的思想，就是说你到职场里面，你一定要就是独立自主，很多时候很残酷，你必须要拿出足够的业绩才能让别人来认可你，这是一个铁打的底层的规则。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如果有一个人愿意给你一些真话，然后去指出你的一些不足，那这个人我觉得真的称得上是我人生当中的师傅。然后之前其实，在节目里面第一季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个人，因为当时我的代教叫金律师，对他相当于就4个代教之一，我是跟着他的。然后我在做完第2个课题的时候，金律师把我叫进来，非常严肃的他跟我说，他说有一个问题我要跟你讲，就是你为什么老是接话？就是我其实会有一个口癖吧就是一个小毛病。就比如说我跟一个人谈的时候，我很喜欢别人说他说了一个是什么东西的时候，我就说哦，我知道那个什么什么，我懂什么什么。可能以我的角度，我会觉得说，那我这样子表达了一个对你的认同，包括我可能觉得这样子会不会你会觉得我们想的是一样的，然后我也在给你反馈，可能是一个好事。但是在他看来，他觉得在某种程度上，特别是你作为一个律师面对客户的时候，这是一种不尊重。我会有一种什么感觉？你听都没听，就做出了反应。你如果这样表示我很懂，别人会感觉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知道了。我刚想说你就知道了，那说话的人很尴尬的呀。对。因为对于客户而言，你如果把自己真正当成一个很专业的律师，那你可能会听不进客户到底在讲什么。你老觉得他是不专业的，然后你以你的一个方式说，那你不要说听我说，那他其实真正的诉求就没有办法讲出来。就算你是一个再专业的人，细心的去聆听他真正的诉求，听他说完，一方面我们能够获得足够的信息，另外一方面的话，他也是把这个情绪给舒缓了。我们其实律师跟客户之间的距离就拉得更近了。你要提供的不单单真的只是一个法律的服务，所以他当时把这个东西给我点出来了之后，我还是有点真的被敲醒的感觉。节目结束了之后，我是拿到了 offer， 我到了那个律所里面。在很多时候，比如说我在职场有一些特别累啊、很困顿的时候，我都会习惯性的我说：“经理，你今天在办公室吗？我想找你聊聊天。”然后他不管有多忙，他明明在比如说很急的做一件事情，他说：“哦，你来了。”然后把这个东西搬到旁边，然后说坐，然后就开始就是这样子全身心的就跟我一起聊天。对你这么好啊！
很好，对，但可能也不是因为，就是也是因为我没有天天去找他聊天啊，对吧？我就说了，距离到底工作不工作？对。而且因为我现在自己的职业就是老师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老师跟师傅会有很大的差别。这么说，就包括在整个中国古时候，你都能感受到，老师是师者，传道授业解惑，只承担一个知识责任。我把知识传递给你 ，OK 了。师傅不一样，师傅有一种伦理责任。对啊。它是一种人生更深层次的关系。老师只对你的知识负责，师傅是对你的人生负责，可能还会教你做人，不给你知识以外的。对，是有很多人格上的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个父字，这是真的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特殊的两人之间的关系。哦，一师一父啊，就是那种感觉。对，父是一种血脉的连接，师是一种知识的连接。所以在中国古时候会把知识的连接等同于血脉相连。血脉是中国古时候最重要的一种连接方式，但是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我要对你的负责，可不是对你的技术、对你的知识、对你上台那几分钟负责。所以你下来的一切，甚至你如果做了错事，我是有强烈的愧疚感，这是让人特别感怀的一种人生关系。但现在这个时代越来越稀缺了。香港的那个背景就在海面上，我刚才有一个镜头打到那个背景的时候，那是一种现代文明。现代文明好像有那种个人中心制的那种特征嘛，原子化，人跟人是很远。对，但是在这艘小船上风雨飘摇中，有这样一种链接关系。人说衣服也换了，几个人感觉亲切多了，是吧？对，突然就温暖了，突然就觉得这位代教导师跟其他关大律师跟其他所有的律师都不一样了，那种亲近，未来的那种支持和温暖，觉得会帮他们走得很远。当然了，这只是刚才我们看的其中一段，是的，小船上的故事，风雨里的钓墨鱼的故事，没有看到一只墨鱼，但是看到了4颗心的距离在不断的拉近。好了，那我觉得香港马上就到第2天了，风和日丽要去警局了，看看关律组到了警局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期待。要去警局了，要见委托人了。Hello， 早。哎，这俩还挺像的，突然。姐妹花。Hello， 早呀 ，Hello。那办公室好冷。我的心也好冷。你马上到中午心就不冷了，你注意你的言辞。好。吃饭了吗？吃了一个蛋糕。好，我也吃了。好痛苦，我都没查到什么东西。什么？嗨，关大律师，大家好。关律师早。师傅好。师傅好，他已经改称呼了，叫师傅好。你这写了什么？这么多？对啊，我可能写了。哦，笔记。对呀。吓我一跳。还以为你写了这么多，吓死我！别害怕，我电脑上写的也不少。我写的也不少。我们是良性竞争，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做的越多，学的越多，对吧？我写了多少次？我写了2900。我们是很积极阳光的。好。他们2个人看对方眼睛的时候，总是先笑一下。这是革命友谊。哎，你们2个人能不能把那个紫薇带上？桌子远，桌子远，一定是桌子远。喂 ，Shane， 係咪到咗啦？到咗啊！咁我叫佢哋落嚟接你啊！1樓喺邊度？1樓企喺邊度 ？OK， 好，我叫佢落嚟接你，入嚟。委托人来了。那个我的钟律师到了，谢谢。你们可以下去接他。应该是事务律师带他们，是吧？要一起。
向同学呢？他去换衣服了。哦 ，OK， 是接他上来会议室。好，没问题。明天下午2点，你们需要和一个事务律师一起去警察局，单独的去见这个委托人的。而且我们还要搞清楚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他开始是被保释了，然后后来又被 arrest 了，这到底是原因是什么？我们在见他之前，首先要把我们觉得想问的问题全部要理清楚，去问他。所以我是很怕被当事人骗的。当事人是有可能隐瞒信息的。再提醒一下，因为这个考验呢，就是要独立的能力，所以就自己研究、自己见客户，然后自己写这个报告。OK， 就这样。好的。交完钱又被抓了。对，保释了1次，然后又回去了。那具体是什么原因就很关键。我们先去会议室坐一下，就把这个案件再详细的跟您聊一聊。钟律师您好，我们在这边。就是我们对这个案情的了解，目前就是还是很模糊的一个概念，所以想要和您请教一下，可能说从您这边是不是能获取一点新的信息，然后我们再去警局这样。没有问题。但是其实我们现在他再被逮捕也是事发突然，所以很多事情可能我们这边也不太清楚，就要到当场可能要跟警方那边去了解。OK， 想请问一下，因为当时是您收到这个许先生家人的这个紧急来电，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个电话的内容具体吧。就没有什么太复杂的东西，就说他再次被逮捕了，所以就想要找律师这样。他家人在国外嘛，爸爸妈妈都在国外。那他长期在国外居住，是在泰国居住吗？泰国这个信息你们是？因为他的那个我看到 ins 上面写是许先生泰式心灵。没有，那个就只是他的名字。据我了解是在美国的，对。他这个按摩店是他自己开的，还是他是里面一位技师？我了解他是东主。明白，好，谢谢。没事。好，谢谢。那我们再整理一下，等会儿一起出发。东主就店长吗？东主是什么意思？股东吗？关东主嘛，就是有一个他姓关。关律嘛，关律的案子，所以叫东主。说的我都饿了。东主就是老板嘛。香港的那个店常常都贴一个东主有喜，就是对。喂，你感觉你准备的怎么样？我其实挺紧张的，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见委托人。我也是，而且我昨天晚上还加了班，才睡了4个小时，我就有点担心我表现得不好。可是你熬了夜，你皮肤看起来还是很细腻，也没有黑眼圈。可能是因为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快速用气垫打了底，怎么样？是不是完全看不出来？真的超级自然，你不说我都没有发现。而且我们昨天不是打完辩论以后也一直在加班工作，我看你一整天都没有脱过妆。对，我用的就是这个雅诗兰黛的 DW 方气垫，明天我给你也试试。好呀，好呀，谢谢。哎，我的妈！要去警局，他们应该会很紧张，那这个氛围会很有压迫感。好，走吧。
係你好，頭先你聯絡過我嘅。係朱 Sir，我係你好，我姓朱嘅 Anthony。我姓鐘 Shane。係 Shane 你好。係我呢單 case 嘅案件主管。係或者有嘢我哋上寫字樓。係冇問題，呢幾位都係實習生。OK 好。麻煩晒。係啊。哦天哪！有種看劇的感覺了。我哋去會客室嗰度傾幾句先，好冇？先去會客室講幾句。好。好啦，咁佢係真係扣留喺呢間差館嘅，咁你哋知唔知道咩事？他剛才說就是我們的客戶許先生確實是扣留在他們這裡，然後他問我們知不知道現在是什麼情況？我們想知道就是許先生之前是被保釋過一次，他為什麼又再次被逮捕了？哦，咁其實嗱，我知道佢係之前係有一單有關風化嘅案件，俗稱非禮啦，咁就被拘捕咗，咁就後尾警察係俾佢保釋嘅，咁就保釋之後。或者我咁講啦，嗰單案發幾日之後，亦都有人投訴同一件事、同一個控罪。咁樣咧就鑑於有人投訴，咁我哋作出一啲初步嘅調查之後，都表面我哋都認為係有可疑嘅，咁我哋就再拘捕佢。嗱，嗰度咧係一個按摩場所啦，咁亦都向異性提供有關按摩嘅服務，亦都有好大機會可能係一個無牌按摩院，呢啲你哋亦都係要留意嘅。你哋有冇啲咩問題想問我啊？有問題。我想先請問第一個問題，就是您說是昨天被逮捕的，請問是不是有一個具體的時間？因為我們也想看說還剩多少的這個拘留的時間，也方便跟我們的委託人去說。咁就第一個就係尋日上晝被拘捕嘅，係咁即係而家都仲有差唔多1日嘅時間，我哋可以有權扣留佢。再想請問一下，我們是否有再次申請這個保釋的可能？有關保釋嘅情況，因為佢喺短期內被2個唔同嘅女士指控佢懷疑佢干犯咗一啲非禮案件啦，避免再有同類嘅情況出現啦，同埋對大家個公平嘅情況之下咧，咁現階段我哋唔會考慮俾佢保釋。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您說，前面就的這個指控已經做了一些調查了，我們想請問一下，您這邊是否有掌握一些新的這些信息可以跟我們分享嗎？始終都未上法庭嗱，為公平起見，我唔介意俾你睇，但係如果俾你哋管有咧，我唔可以。看一看，傳閱一下。好，謝謝。陳可兒事先準備了很多問題，詳細的詢問督察各個方面，尤其是索要證據節儉，非常好，幫助了大家更快速的了解案情。都是3月10日收到了 Instagram 的消息。這一套文件我們會正式向警方索取，然後他們就會給我們一個複印件的。另外我都俾少少提示你啦，佢都韞咗1日啦。係。咁佢情緒有啲好似唔係好穩定。OK。咁我唔知你哋會唔會有啲咩 hard time 啊？咁但係即係我都要有責任俾啲提示你，話聲俾你知佢。冇問題。可能有啲脾氣。咁樣。冇問題。但一陣間你哋會面嘅時候，我會喺附近，咁你有嘢可以通知我。OK。你哋邊個行先？他們不能一塊兒見啊！他剛說了，這個案件是一位一位見的。那女生別進去了，男生先去吧。誰先跟我去？我。可兒真猛啊！有啲燥啊佢。OK，冇問題。他說他脾氣有點，不耐煩了。許生，係許生，你個律師嚟見你，見唔見？見。OK。許生，好耐冇見，你記得呢位關大壯？係啊，係。今日你會見到幾位實習生，佢哋都會協助處理你嘅案件，因為你屋企人比較緊張，所以我哋揾多啲人幫手。
您好，许先生。您用普通话沟通的话，您可以听得懂吗？普通话就可以了。哎，其实我只有一个问题。哎，您说。我以前已经被他们举报了，为什么我又要来到这里一次？我就是不明白我在做什么。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也前面非常急迫的是问了这个问题，警方给我的答复是说，前面您已经被X 女士有指控过一次嘛，然后这位女士是3月18号。我不是要问那些案情的或者什么，我只是想问的是，就是因为我明天呢，我的儿子就有一个毕业礼，让我一定要出席的。请问您儿子的毕业典礼是明天什么时候？明天10点。明天早晨10点。明天早晨您会在裁判法院，我会替您发起这个保释的申请。如果当庭您获得了这个申请的话，您可以立刻获得保释。那有其他办法吗？暂时目前现在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们非常积极的帮您去和警方做了沟通。警方为什么？因为上一次我也是就是一些问题，然后我就可以走了。为什么今天不可以？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因为前一次不是理解不理解，我想问的是，对，就是你听我说完。好，没问题。我的这个案件最关键的一点是控制委托人的情绪，让他说出更多的内容和案件细节。陈可儿的性格是比较急的，所以这点我比较担心。对，你看，听人说完这点很重要。对，他想获得更多的有用信息，可能就去追问了。因为我只是想问，因为明天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他们那些人要钱的话，你跟我说，或者是要认罪什么的也可以。不可以，石先生。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子的，我现在来这边会面时间仅有30分钟，我要利用这30分钟的时间，尽快的帮您解决您的问题。我会告知您在警局这段时间您所有的利益权益，包括后续怎么解决您的这个诉求。您所说的这个点，包括说您说付钱也好，包括认罪的事情，您坐监的概率是100%，会从50%上升到100%。那你跟他们说，我们就是不是我们愿意赔偿？不可以说这些话，这是100%的坐监概率，不可以这么去做。因为我在网上，因为不是由投诉人提起的诉讼，这已经是由控方提起的诉讼，这是一起公诉案件。所以你哪怕去跟这个当事人和解是没有用的，因为已经提起了公诉，这个您一定要保持您的缄默权。这个话先不要说。我想问的是。应该是那2个人在投诉吧？他们在向警方，那其实他们也是要钱呢。这个案件其实有一个很关键的隐藏信息，是委托人曾经被2位女控诉人敲诈勒索过，这个点非常重要。被勒索了。那其实他们也是要钱呢。如果我们跟他们说，就是给他们钱，这样会加重您的刑罚。为什么呢？因为您的他们也是要钱的啊。他们不一定是要钱，他们可能需要您去坐监。这是一起刑事诉讼案件，不是他们想要求赔偿。这样不好吧？他已经打断他好多次了。就是他是专业的意见，但是你老是去频繁的，先听他说呀。对。所以现在我还想跟您再确认的几个点，就是说，您说，那如果我们就是跟他们说，就是这个不用想了，我们就不浪费这个时间再去想这件事情了。因为我真的想出去啊。我知道你想出去，所以我们赶紧把这些问题都尝试啊，就是因为你要明白了，就是要。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所以我现在也是很想让您出去。对，我想先确认一下您做没做过这件事。不用问了，当然没有了，完全没有深入过浴袍内，所以您做的。但是我跟你说，就是发生什么事。我其实就是跟他们那2个女生来，我就帮他们做，我一直都是这样做的，就是做一些正常的按摩工作。然后他们来了，然后他们，你听我说，就是你也要相信，你要听我说吗？请讲。就是他们来，然后我就帮他们做这些正常的按摩，然后他们走了，然后开开心心的走，他们有帮我就是在。给我发宣传，对，就是这样。我为什么会以后就突然说我做什么事情呢？好，您在对这2位女士的按摩过程中完全没有按摩腿和臀部和当然没有。好的，我跟你说了多少遍，这是不可以的。但我要告诉你的是，
双方2个女士都这样指控了，并且那他们你跟他们一伙的吗？没有，你要相信我，我跟你说了多少遍，就是没有发生，我没有，也不可以，也不可能。许先生，您先冷静一下。对，但是你就是说，你刚才也说他们呢，那为什么你要这么在意他们怎么说呢？我跟你说了多少遍，没有，您的情绪激动是可以这样做的，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指控啊。对。但是我就觉得很委屈，为什么我没有做过什么事情，然后他们跟我说，然后警察跟我说，然后你也跟我这样说。是这样的，因为现在您到底有没有按摩这2个部位，是我们需要争取的，非常争取的部分。所以说，我会希望您能告诉我真实的情况，因为这个现在我们的谈话，警方没有录音，也没有录像，他们也没有在听。所以说，我也会恪守我的保密义务。您告诉我任何事情，我都不会告诉别人。您还是确保说没有，从来没有。OK。我越听越急，我觉得。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呢是有很大蹊跷，我是真的这样觉得的，而且我会相信您是真的无辜的，我是真的这样认为的。好的。那我想问，就是我有注意到案卷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在15号他给你写了好评，20号的话，就您有这样一条道歉，请问中间有发生过什么事情吗？其实有的，就是在一天的晚上，就是我的老婆就跟我说有个信息，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有很多的控诉，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我们给他钱就可以了，因为就是他在跟我说什么没有什么房间，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镜头，当然没有镜头了，又说我怎么碰到他什么地方，我当然没有了，然后他也跟我说什么，他去控告我的话，大概也是20-30万，要看我怎么办。他有使用过钱财吗？我没有给他们钱财，因为我就觉得他是怎么样给您联系的呢？他发送了一个这样的 message 给我，就是说，哎呀，如果我给他20-30万就可以和解了这件事情，就是希望您给他20-30万。对，就是我刚才说的他有这个要钱，聊天记录会有吗？什么？聊天记录会有你问我的老婆吧。OK。他问到这个细节了，太重要了，真的。对，你能认定成对方是敲诈勒索了。目前听起来他的老婆是相信他的，对不对？确实有蹊跷，他当天就是好评，隔了5天，突然提起了诉讼，而中间还有一次勒索未遂。对。好，您说的这点非常非常好，我可以说对您非常有利，因为他们曾经有过一个索要钱财的行为，并且在索要钱财未果之后，才提出了报案，指控您非礼。对啊，我甚至认为他们是在敲诈勒索未果之后，对我就是这样说的。OK， 因为其实我也发现有非常蹊跷的事情，刚刚我有对比2份，之前的 X 女士的报案记录和 Y 女士的报案记录。他们2个在口供上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如果有这样证据表明的话，我觉得可能会对你非常非常有利。因为我的电话就给警方拿了你。OK， 所以说您说就是这个账号的聊天信息、聊天记录都在那个手机里。对，好的。但是你觉得就是这个胜率有多小了？我觉得如果能够把您说的那个 X 女士或者 Y 女士找您老婆，或者说找 Instagram 要钱的那个记录找到的话，我会觉得胜率会在。很难讲，但是我觉得很大概率能辩护无罪，对，很大概率无罪。是的，因为好的。我先您介绍我自己好吗？我是 Eric， 我之前在内地的检察院，也就是相当于香港的律政司，我有过丰富的工作经验。我倾向于做无罪辩护。OK。那如果就是我们明天就跟法庭说我认罪了，就罚款就可以了吗？绝对不可以认罪，因为您一旦向法官认罪的话，其实这个案件会特别一边倒的导向您会有罪，最后会判坐监的。我可以这样讲，如果说最后的判决结果是对方是在诬告陷害你的话，您这段时间的收入的减损，对，可以索赔的，可以索赔的，是可以索赔的，提起赔偿诉讼的，对。所以说这段时间收入其实减少，您不用特别担心。那就可以了。对，您在香港这边就是有固定的住址，除了按摩之外有其他的工作吗？向希远他问到了案情的关键，这一点是刚刚在警局得到的资料，在短时间内就察觉出来的，这一点非常不容易。所以我们可能会希望得到你的一些
慈善捐款证明啊，或者说曾经。你问我的老婆就可以了。OK。你好啊，夠鐘啦。好，好，謝謝許先生，我會努力幫助你的。好的，好的。拜拜，拜拜，師傅。謝謝朱 Sir， 謝謝您提供的時間。紫薇第3个，就前面已经很不耐烦了，被问了1个小时。紫薇这个厉害了，但是我相信他可以。好啦，你好，这位是许先生，这位是上实习生。OK， 時間交俾你哋啦。好，唔該你，支持。许先生您好，我是商燕紫薇，你可以称呼我为 Urania。我对你的情况感到真的很难受，然后你现在心情还好吗？哇，哎呦喂，不错。因为就是现在有第2位女士，她指控了您说您又犯了这个非礼罪，但是其实这个东西在法庭宣判之前，我们都是您做无罪推定的，所以虽然现在法律上面说你是无罪，但是警方为什么？警方为什么不给我走了？这个我们会马上给您做这个保释申请书，然后快的话一般1-2个小时。但是我明天就是我儿子的毕业礼，我一定要出席。这位先生糊涂啊，不能老付钱了事儿啊。好的，您的诉求我们都知道，我们一定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对，就是。然后因为今天我们现在只有30分钟，所以我想要对，但是其实你要理解，就是明天是我儿子，你有儿子吗？不好意思，我没有。但是对，就是有儿子的话，我们最想要的就是出席他的毕业礼。我很理解。我知道你的时间，但是我也要你明白，就是你要用办法帮我出去啊，就是。好的。什么办法也可以，钱可以，就是上事业是几千啊，我们给他几万块，就是保释出去。先冷静一下。对，但是我真的要，你要明白，就是我知道你就是很想要尽快的出去，然后。我们一定会尽我们最大的能力，让你赶快的能够出去。然后现在，因为你可以完全的相信我，因为现在我们不会有任何的录音录像，你跟我说的所有情况都不会被。但是你相信我吗？我相信你，我完全相信你。我就是想要来帮助你，然后帮你争取最大的权益。所以希望之后你可以配合我了解一些事实。然后今天因为时间比较紧，所以第一我会先跟你了解一下情况，然后第2我会跟你。情况就是很简单。你好，你先听我说完今天的流程好不好？第2个是我会告诉你拥有的一些权利。紫薇是非常温柔的，紫薇是亲和力非常强。对，你听着声音就愿意跟他说话，很温柔。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会觉得会不会我们找一个男的律师去代表我比较好一点呢？啊？为什么？您是想要找一位男律师？我就是想你就是说一说，就是让我明白，就是我找女的会不会不太好？不会，因为您的投诉人是女生，然后我们更能从控方的角度，然后我们可以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子，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找到相应的措施，来找到可以反驳他们的证据。所以现在我想先问您一下，就是这个账号是您自己在聊天吗？可以这样说，也可以就是我的老婆会帮我，就是她也会，但是主要其实这些怎么说就是我说的，所以你也可以理解为就是我做的，我说的。好的，就是我看到您在15号之后，20号的时候突然给他发送了一条信息，说以后会找女性的技师为女性客人服务。对，当然这中间5天是有发生什么吗？对，就是因为我记得就是在中间的时候，我记得是我老婆跟我说的，就是她说那个客人投诉还有什么，我就觉得很委屈的时候，就是因为她有说就是哎呀，有时候我碰到她什么什么地方，然后她就要告我什么什么的，就是我就觉得她是诈骗。所以在按摩过程中，她的抱怨是从她没有在按摩的过程中抱怨，完全没有让你感觉到她有任何不适，非常正常顺利。所以她是事后来跟您说，这个房间太小，你又按到她哪里？对呀，就是她以后就跟我在那个 IG message 说的。那为什么会没有聊天记录呢？我肯定有啊。
我的手提电话给那个朱婶拿呢，你可以帮我拿回来吗？好的，我们之后对，因为有的就是对。那我很相信您，也确实现在法律上面我们觉得是很有机会做无罪辩护的，所以你也不用着急。其实我在想的话，就是那些女生也是要金钱。那如果我们就是给他们呢，他们可能就会跟警察说：“哎呀，没有发生这件事情。”您不能说这种话哦。那你的版屋是多少呢？你觉得这是？如果您现在问我的话，照我现在目前拥有的证据，我一定是觉得很有把握的。很有把握的，对，并且我是想要给您做无罪辩护的，我也相信您是确实没有任何问题的，也请您在这里面可以就是保持好自己的心态，然后相信我们，可以吗？好的。然后这是我的名片，我们交给警方。行，我们交给警方，如果您需要就可以找警方拿。好的。行。好的。希望您不要因为男女而觉得我们的专业不够，因为不是因为刚才就是那个男的就跟我说他很有把握，所以我才那样想的，就是这样说的。但是就是我是一个一定会把事情做到最好，尽我最大的努力，然后做到150分的时候，我才会承认我有100分的实力的人。所以请您相信我，并且我内心也是非常相信你，特别想要维护您的权益的。好的。好，谢谢。好的。他做得很好啊，很完整。係朱 Sir。咁就我同閣下傾多2句啫，咁你唔介意帶佢翻出去討論好嘛？冇問題，我哋搞掂㗎啦，2分鐘就出嚟㗎啦。OK， 好，謝謝。拜拜。紫薇的沟通的技巧啊，因为她的表情还有肢体语言也是让人舒服的。其实她主要是她的性格决定的。可儿其实她能力很强，但是她性格就是强势。她专业上是问对了，但是有点在咄咄逼人的感觉。这个是我刚刚给他的那个名片。可以，谢谢，没问题。这一点做得好。他还给了警方。好，谢谢。3位，每人30分钟，跟这个当事人或者说跟委托人的见面，各位对谁印象最深？肯定第一个都是对我们可儿嘛，因为他自己在做题还有业务方面感觉都特别厉害，但是他在交流方面思想太强。其实有时候听别人说话更重要，跟别人说话重要太多了。但主要是他们3位都有时间压力，他们觉得如果没有好好把握时间，把自己的资料拿到的话，他可能对那个有问题。对。可儿就好像就问他，你到底有没有做过？对，如果当事人会很不舒服。对。但是志远他就说，我是相信你没有做过的。对。所以他就可以把他的那个勒索的东西就问出来了。对。那紫薇就很知道我是代表你的，她上来第一句就感同身受，她说我知道你是不是心情很难过，但你相信我，我一定会保释，让你去你孩子的毕业典礼。她那种立场就感觉我跟她的委托人是站在一起的。是的，志远呢？志远前半段有点愣，他们已经会打起来了，后半段就好多了。他还是有安抚那个客户情绪吧，但他中间厉害是他找到那个，对他后边找到那个重点，敲诈勒索的那个点。他问得很准，他每次问题，旁边的老师都点头对，问得好。是的，但还是紫薇最舒服，听起来。如果你是当事人坐在那边，你会觉得你们都在怀疑我可能会有一点焦虑或什么的。他一进来先让他放松心情，他放松了才能告诉你更多讯息。我觉得这个好像是顺序应该是那样，而不是一来就先问内容。如果不放松，也可能不说真实的话的。这个其实律师真的很难，因为律师作为一个专业主义者，其实需要以我为主的。对。可儿之前那种按我的逻辑来的，在某些场景下，其实是一个优势的一个性格特征。但是真的跟客户一见，我们也是服务业，也要以客户为主。是不是在法庭上这肯定是优势嘛？对，他不会被对方的带走，反正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可以了。如果对面坐的是对方的律师，我觉得可儿就占优势了。对面坐的是自己的客户，紫薇这种风格就有优势了。那当事人反复提出说，我第2天一定要参加儿子的毕业礼，所以今天实在不行，我交点钱，你先把我保释出去，我无论如何要出去。但是好像所有人都迅速地制止了他的这个想法，
觉得这个想法其实是危险的。对，因为在调查取证的时候，如果犯罪嫌疑人自认了的话，那这是一个非常对于控方有利的证据。所以说，为了维护当事人的这么一个权益的话，律师一定要是告诉他，如果你承认，这个后果有多严重。所以你不能为了暂时想要出去而认罪，耽误了自己未来更长远的这么一段利益。所以大家都去制止了他，这个是正确的操作。对的，然后这位当事人好像在里面的情绪状态也很不稳定，每个人进去之后都得着急啊，对，非常急迫。那我想问问各位，大家在职场当中遇到过的最颠的或者最疯的，因为现在不是颠公颠婆在互联网上很常见，对吧？那就是舞台上的你嘛。然后除了舞台上的你，颠公和颠婆，对你跟小婉一块儿，很难说他跟小婉谁更疯啊。他们俩人舞台上演就要好玩的啊。对，主要其实我生活中有的时候也很疯癫，比如说工作完了，我的精力还没有完全发泄完，就因为有的时候上班可能就是录个 ID 录个视频，然后完事儿了，但是我已经妆发完毕，在我们女孩子妆发完毕的时候，是有精气神。没散发出去。哦，明白了。那我明白啊，那我明白。找姐妹赶紧聊啊。刚才在洗手间我碰到他，然后说哇你好高，对，因为我是很高的，我180几。他也是在那个状态，就是也是很兴奋，有点微癫。微癫恰到好处。Man 姐呢 ？Man 姐看起来一直都非常克制，对，非常优雅。其实我是很颠。真的吗？或者有没有哪个角色让 Man 姐能感受到那种颠的存在，也可以。没有，我觉得我记得邓萃雯，我在跟她合作《精致》的时候，我是没有跟她合作过，第一次。她演的那个角色是如妃，就是很高高在上，然后最了不起的那个妃子来的嘛。那一次在拍摄的过程。她是戏内戏外都是如妃，她走路都带风的，然后不跟你们吃饭，不跟你们说话，看你都是，哇哦，这样的。哇，虽然他刚刚是假装，但我已经被伤到了。是那样的。然后结果拍完之后，拍了好几个月嘛，拍完之后他完全变了另外一个人，他就不是这么一个人，他就是入戏。你入戏，专业演员厉害。我觉得那个是挺疯的，因为他每分每秒都是进入的那个角色状态，我觉得这个也是要学习。光听这个疯好像是一个不是正面的词，是当放在演戏就其实对，就是不疯魔不成活，对，他就是在普通的环境下，我认为最颠的一个人，我碰见的是朴树。就是说，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很努力的在录节目，感觉这个节目我们如果不出效果，就感觉是我们不对一样。只有朴树说他9点要睡觉了，我们录着像呢，说对不起啊，大家都9点半了，我困了，我要睡觉了，他就走了。当时特别逗是在于，朴树干完这件事儿，我当时又听了吴青峰一首歌，叫做《蜂鸟》，有句歌词是“蜂了”，就是说我们究竟在努力在做些什么？为什么总是拼命向前冲？哦，就是我们一帮人在如何让别人努力的看一个节目而感兴趣，因为演艺行业每个人都想出人头地，在一个节目里表现得多好。这个人跟你说9点钟他要睡觉了，但是反过来想也好，有真的还蛮反讽的，就是那个场合好像朴树老师那个选择是最真实的。大家都认为我是谁，我就睡觉了，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特别的酷。OK 了。其实我们刚才聊了很多这个疯，现在网上叫发疯文学，其实很火。年轻一代好像动不动就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某种诉求或达到某种目的，这其实还蛮微妙的。是，这确实。OK 了，下一个案例是我们可爱的小猫所有权案，他们也要见到委托人了。来，我们一起来看看，谁会是最后离开的那个人？生存战还将继续开启。他们已经到了电梯口了，请你们出去接一下。要向香港女士传送传讯令状。他紧张了，耳朵很红。那你是觉得成功率有多少了？我个人是我们不能说的这些。我觉得您还是可以放心的，有很大的机会。就是机会率是高的。对。我们也不能说什么高的，因为这些。太刻板了，对，有点太刻板。对，种鱼的优势淋漓尽致，感觉放对位置了哈。他有提到那个犯罪记录吗？这个我不能说吧。
要问我忘问这个，我好傻啊。其实我发现有很多我忘记问的，而且其实他本身我感觉他是想告诉我的，但是因为我很急，我把他打断了。对，其实他已经碰到了，对，但是他错过了。等待审判，他们就是法官。他很有亲和力，该有的点他都有，很全面，基本上没有错漏。他在几个任务里边都能抓到一些法律的观点的细节，每个人只差5分。那就是那个水会走是吗？9月19日起 ，SVIP 用户每周4、周5中午12点更新正片，每周6、周日12点畅享加更和 Reaction 陪你看 offer。VIP 用户19点更新，周1、周2、周3还有更多花絮预告，刷不停。嚼嚼益达好自在 ，get 职场好状态。本节目由益达无糖口香糖独家冠名播出。自信每一面，带感赢 offer。本节目由百度帮阿达帕林凝胶赞助播出。上知乎参与令人心动的 offer 话题讨论，和嘉宾们一起输出精彩观点。再一次挑戰我嗎？競技會在哪方？奔跑人群中，世界能屬我，交出每個爭鋒的答案。無懼那一天可會踏破，精彩每一步，這一生痴心夢想，誰會在意他？奔跑人群中，世界能屬我，交出每個爭鋒的答案。無懼那一天可會踏破，精彩每一步。上微博参与令人心动的 offer 议题辩论，畅所欲言你的观点。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至于成果娱乐、影视聚焦、环球在线、Do News、天意视讯、网易有道词典、中华万年历、未来之光、西窗竹的大力支持。感谢丽丽城传媒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